未婚夫失踪归来，带回了他的真爱。巧了，我也带回了一个非我不嫁的男人。他见我的未婚夫，眼眸一垂，胆怯又苦涩道：阿姐，我在这里会不会惹人烦了？他看我的眼神好生吓人。宴会上，两人闹了矛盾，双双落水。石脸被救上来时，扑在我怀中，瑟瑟发抖，哀伤道：阿姐，我不明白哥哥为什么要推我，我做错了什么？他明知道我不会水，如果哥哥真的这么厌恶我，那我离开好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还未回到家中，就听说江之岭失踪3个月，还带回来个真爱。这消息半天时间就传遍了大街小巷，外头都在等着看我萧家的笑话。因为我与江之岭自幼定亲，本该在我第一次从战场回来就要成亲的，但这场婚事却耽搁了5年之久。这5年战事频繁，我跟随父亲奔波于战场之上，连京城都很少回来，成婚自然也没影。本来今年战事平息后，正好是成婚的最佳时机，临了他却闹出这样的事情。但也幸好婚前出了这糟心事，要是婚后再闹出来，可能更麻烦。我坐在马车前头牵引着马，马车内传来声音：阿姐，这就是京城吗？一只苍白的手拉开帘子，紧接着只听到一阵清脆悦耳的声音，是银饰碰撞发出的。石脸探出头，好奇地看着周遭。他身着奇装异服，身上叮叮当当地挂满了亮眼的首饰，一双琥珀色的眼睛格外好看。石脸是我意外带回来的，在追凶的途中，我遇到意外，跌落山崖，正巧被他所救。因为头部受到重击，导致了短暂性的失忆。那1个月里，我一直跟石脸生活在一起，也是他耗费了心血救了我的命。没有恢复记忆的时候，我误解了我们的关系，以为是夫妻。我恢复记忆，要跟随找来的人离开的时候，他哭着喊着要跟我走，说他为我疗伤退热的时候脱光了衣服，清白已经没了。外头的人都以为我们是夫妻。如果我走了，按照村子里的习俗，他会被赶到山上去自生自灭。同行的人听他说非我不嫁，急得将江之琳与我有婚约的事情说出。石脸哭得可怜，只哀戚地说道：我只要跟在阿姐身边，哪怕只是个奴仆也好。阿姐，带上我吧，我会听话的。我知道他在撒谎。那村子确实怪异的习俗多，虽然语言不通，但我在村中的那些时日，那些村民对石脸的态度尊敬至极，压根就不可能因为我走了，就把人扔山里去。而且他每天挂自己身上那么多金银珠宝，就是被人赶出去，把那些卖了也能活得很好，非得把自己说的不跟我走，他就死了一样。但我还是带上他了，因为腿长他身上，我不带他，他就光明正大的跟在后面，赶也赶不走，而且哭得实在可怜。我让同行的伙伴一路上敲锣打鼓的送我回府上，他们就差拿着大喇叭喊。我也带回了一个男人。我下了马，站在马车边敲了敲，示意石脸下车。他叮叮当当地拉开帘子，面对自己繁琐到有些碍手碍脚的服饰，有些手足无措。石脸委屈道：阿姐，东西太多了，好碍事。我说道：都说了赶路让你带少些，装包袱里多方便。我伸手帮他拨弄那些银饰。萧清河，你们在干什么？一道阴沉的叫唤在我身后响起。我刚扶着石脸下马车，转身就看到刚刚赶到的江之琳。他从马车上下来，两眼冒火。我挑眉道：扶人下马车。然而从外人的角度看来，我刚才的举动实在有些暧昧，可能跟2人靠得太近有些关系，简直就像是一人附身，一人迎着接吻一样。江之琳走近几步，说道：他没有脚吗？需要你扶着下马车？石脸身子抖了抖，咬着下唇，可怜道：阿姐，你别为了我跟这位哥哥吵起来，是我的错，我不该因为这些首饰是你送的，舍不得收起来就全带在身上，所以才导致下车困难，需要阿姐帮忙。哥哥千万别误会阿姐，我只是阿姐身边微不足道的人。我看着江之琳越发阴沉的脸色，笑道：阿脸不是我身边微不足道的人，他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对他好些是应该的。石脸扯了扯我的衣袖，小声但所有人都能听到，说道：
阿姐，别这样，哥哥误会了怎么办？他会生气的。我不假思索道，不会，他会理解的。这一唱一和，直接堵得江之琳有火发不出。江之琳此次前来，除了带着家里人的意思来看望我之外，还提出了一个要求。我带回了一个女子，名唤柳英，也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她家中亲人皆已去世，我为了报答她，带她回来。外头的流言蜚语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我与阿英并非那等龌龊的关系。我随意嗯了一声，示意他继续说下去。江之琳说道：我知晓你这女子的首饰衣裳多，以往你随萧将军上战场，即便用不上，萧夫人也会给你买齐最贵最漂亮的。我希望你能借阿英几套，反正你也用不上，她家境贫苦，从未有过这些好东西。往后难免有宴会，我希望你能带一带阿英，她从未见过这些，难免少些规矩。听了这些话，我满脑子问号。她是疯了吗？还是失踪3个月，脑子让人偷了？那个阿英姑娘确定给她治好了？我将茶水放下，说道：恐怕不行。话音刚落，石脸从院子外跑进来，身上的首饰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。阿姐，你看我戴这个可好看？她拆下了从家乡带着的繁琐复杂的头饰，转而放下了长发，换成了簪子、抹额等其他饰品。我静静支着下巴，看她像个花蝴蝶一样飞奔过来。京城的男子鲜少有像她这么爱打扮自己的人。她也不管那些发饰戴在她头上会不会突兀，只要是她喜欢的，她就会对着镜子搭在自己头上。她五官精致，又带着几分异域气息，那些女子的服饰戴着也不突兀。过去与她相处，我总是看她清晨坐在梳妆台前，将那些银饰一点一点增加到自己身上。等到我起床，她就叮叮当当地走过来，问我今天这一身装扮好不好看。我欣赏片刻，对着江之琳说道：你来晚了，那些首饰都被我送给阿莲了。她长得好看，又向来喜欢金银珠宝，我便转赠给了她。江之琳瞪大了眼睛，她怒吼道：你怎么可以给她？那些珠宝首饰以往不是你最护着了吗？我替家中姊妹向你借一套都不肯，凭什么给她？我爹娘给我买的珠宝首饰，我虽然不常穿戴，但喜欢收藏着。漂亮的东西就是摆着都让人心情好。江之琳知道我对那些看重喜欢，却还是为了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向我讨要。她这明摆着是来找茬的。石脸听到江之琳的吼叫声，一副被吓到的样子，怯生生地来到我身边，担忧道：阿姐，我是不是不该拿你的首饰？要不我把首饰给哥哥好了。阿脸一样都不要也没关系的。我按下他装模作样要摘首饰的手，说道：就你所说，阿脸既然来了京城，便也需要参加宴会与人社交，身上没1-2件首饰怎么行？江之琳咬牙道：你别忘了，我们自小有婚约，我才是你的未婚夫，你现在当着我的面对其他男人如此暧昧，是何用意？我惊讶道：江兄怎么会这么觉得？我只是把阿脸当弟弟，对弟弟好一些就是暧昧了。你是没有家人吗？石脸接着说道：阿姐，我在这会不会惹人烦了？江哥哥看我的眼神好生吓人。我安慰道：不会，他就是这样，脾气差劲，不像你，善良大方又可爱。江之琳简直要气吐血了。用餐的时候，江之琳也留下了。我蛮稀奇的，她受了那么多气，居然还能留下。换做以前，早甩袖子走人了。毕竟是江家唯一的儿子，姐姐还在宫中为贵妃，虽然无所出，但是颇为受宠。江之琳自幼可以说是在京中横着走，脾气不是一星半点的差，霸道、骄纵又任性。下人前来告知给石莲准备的住所收拾好了，江之琳也在一旁听着，她听得双拳紧握，死死盯着我。只因下人给她安排的院子是她儿时的住所，我们两家关系好，从小青梅竹马一块长大。有时候她来我家不愿意走，就会在家中住下，久而久之也有了固定的住所。江之琳咬牙道：其他院子难道不好吗？非得给她安排我住的地方？我惊诧道：以往只是收拾出来给客人住的，怎么会是单独属于你的住所呢？你没有家吗？爹娘象征性地喊了我一声，但没有阻止，佯装吃饭看戏。江之琳气愤道：
他刚来你就把我住了那么多年的地方让给他住，你和他到底什么关系？我说道，江兄气什么？我都说了，我只当阿脸是弟弟，他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与我有恩，跟我出来无亲无故的，我自然得对他好些。江之岭刚想再说什么，石脸率先垂眸低声道，阿姐，你别为了我跟哥哥吵架，哥哥如果实在看不惯我，我还是离开好了，虽然我也不知道我哪里惹到哥哥了。说着还低声抽泣了几声，佯装伤心过度要离开。我一把抓住他，将他按回位置上，说道，阿脸不用离开。转而对江之岭说道，江兄可以不要这么无理取闹吗？阿脸明明什么都没做错，不知道江兄如此针对他是何用意。江之岭瞪大了眼睛，他气得几乎要蹦起来了。我无理取闹？我针对他？是他在装模作样，你看不出来吗？石脸一副被针对的摇摇欲坠纤弱样子。他说道，都是我的错，哥哥针对我也没关系，你们不要因为我吵架，我走好了，是我不配跟阿姐回家。我按着石脸说道，阿脸别走。转而对江之岭说道，江之岭，这不是你江家，阿脸也不是你的下人，你不要把你的坏脾气发泄到他身上。如果我真的跟他有什么，早就跟你解除婚约了。好歹也是世家子弟，一点规矩不讲，跟个乡野莽夫有何区别？这番话无疑是将江之岭的面子摘下来扔地上践踏了。他的脸青一阵白一阵，指着我和石脸的手直哆嗦，大概是脑子被我对空白了，半天憋不出一句话，最后只能丢下一句，你等着，青着脸甩着袖子离开。自从我回京后，很多帖子也随之而来，我只接了几个推脱不掉的。赏花宴上，我带着石脸一同参与，他有些好奇地看着周遭的一切。我虽然不常在京城，但京城内的大家小姐我倒是认识不少，大多是童年时积攒的人脉，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走散，他们都很喜欢站在我身边。不多时，江之琳也入场了，她身边还带着一个女子，身着一身粉衣，看着若柳扶风的，亦步亦趋地跟在她身后，表情有些胆怯和羞涩。这行为动作看着跟石脸有点像。我看了眼站在我身后的石脸，他第一时间精准捕捉到了我的眼眸，然后冲我得意一笑，露出了有些调皮的小虎牙。阿姐，江哥哥身边的女子是谁？也是他的姊妹吗？我身旁的小姐们被他的话引去了目光，看到江之岭和他身边的人时，都冷哼一声。这江公子也太不要脸了，还未与阿和成婚，便带着别的女子招摇过市，完全没把阿和放在眼里。石脸说道，就是，他身旁的女子也是，明知他有婚约在身，还如此没脸没皮的跟着，只怕是想紧抓着飞上枝头变凤凰的机会。石脸说道，就是，渣男贱女，还耽误你作甚？石脸说道，就是。我瞥了眼拱火的石脸，做了个闭嘴的动作，他就乖乖将嘴巴合上，冲我弯眼笑笑。江之岭看到我的位置，便装作无意地带着柳英踱步过来。他说道，阿和原来在这，这便是我给你提过的女子，也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柳英。他着重强调了救命恩人几个字，接着对柳英说道，阿英，这位是萧清河，萧将军的独女，你换她。柳英没忍住打断道，好帅啊！江之岭。在江之岭开口说话时，柳英一直盯着我，甚至没忍住出声打断了他说话。我出于礼貌冲他笑了下，他面色绯红，倒是比刚来的时候显得活泼有气色的多。江之岭硬着头皮咬牙道，你唤她萧姐姐即可。那画像是从牙缝间一个字一个字挤出来的。周遭的小姐们脸色都有些难看，因为江之岭让一个来路不明的女子跟我称姐妹，显然是拉我下水给对方搭轿子。我说道，江兄这话欠妥，才第一次见面便与姐妹相称，知道的知晓是你介绍来的人，不知道的恐怕以为我爹娘何时又给我添了个妹妹。柳姑娘若是不嫌弃，唤我萧姑娘便好。柳英点头点头，她语调婉转，我愿意。江之琳，她什么毛病？她不甘心地再度开口说道，你身旁来路不明的人都唤得你一声姐姐，为何阿英唤不得？
他一开口，石脸又开始演起来了，嘴巴一撇就要哭。我说道：江兄，你这番话实在没道理，柳姑娘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不是我的。石脸说道：可是我在阿姐身边实在碍眼，为何江哥哥总是与我过不去？我从小没爹没娘，只有阿姐一个家人，我只是想陪在阿姐身边。江哥哥若是实在看不惯，那我可与阿姐商量，让我回山里去。江之琳咬牙，又是一样的场面，一样的指责声。周遭的人几乎都投以他谴责唾弃的目光，连柳英也是。不是，你到底是谁那边的？我说道：江兄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小心眼？江之琳看上去要炸了，但碍于周遭有人，又只能强忍着。他说道：你说我小心眼？他这话刚说完，石脸突然上前道：江哥哥，你别误会，我只是把阿姐当姐姐。他缓缓走近江之琳，然后加重了哥哥二字，让江之琳瞬间联想到了方才我的所作所为，他的脸色更加阴沉了。在石脸下一个哥哥开口之后，他一甩袖子，说道：谁是你哥哥？一个乡野村夫，别胡乱认亲。谁知他这个动作直接让石脸重重摔倒在地，让他发出了痛苦的叫声。江之琳一脸懵的转头，他没感觉有人抓着他了，也没觉得他的力度大到能把人直接甩飞出去。周遭女眷皆惊呼出声。我一边忍着笑，一边跑到石脸身边，他还不满我因为笑有些慢的速度，捏了捏我的胳膊，接着演道：江哥哥，你就这般厌我，容不下我吗？我一直都很羡慕你，你从小家境优渥，什么都有，什么都会，还有阿姐这么好的未婚妻。不像我，什么都没有，我只有姐姐了，我只是想留在阿姐身边，好好陪着她。江之琳冤枉道：我没动手，我就甩了下袖子，哪来这么大力气？是他，肯定是他自己动的手。我说道：你是说，是阿脸自己把自己推倒在地的吗？先不说他能不能做到，如何做到，他又为何要这么伤害自己？我早就说了，我跟阿脸没有关系，我只拿他当弟弟。手腕再次被不满地捏了捏，让我有些痒。我继续说道：阿脸救了我的性命，但从未以此作为要挟，是我硬要带他走出深山，要将他带在身边。不是他硬要跟着，救命之恩我定当全力相报。阿脸自幼父母双亡，活得不如你潇洒自在，但这不是你可以随意欺辱他的理由。跟他道歉。江之琳也来气了，说道：他随便说几句你就相信他说的那些鬼话了？我说道：你推了他，是我们有目共睹的，这次确实是你过分了，道歉。江之琳环视一圈，就没有一个帮他的。周遭的人都是用谴责的目光看着他，用可怜的目光看着石脸，好像他是个被他霸凌的可怜虫，但他才是那个被他冤枉的可怜虫啊。江之琳的视线最后定格在柳英身上，扯了他一把，说道：你说你刚才站在这，我有没有推他，你看得应该很清楚。柳英一脸懵，他感觉自己完全在状况之外，这些动作不应该是他做的吗？这些话不应该是他说的吗？怎么他的剧本完全被别人拿走了？我说道：你凶他做什么？自己做了事还把火往别人身上发，这样威胁别人，叫人如何敢说实话？柳姑娘只管说是对是错，我都不会怪你。柳英茫然无措，瞬间消失，双眼像是重新有了聚焦点。她说不会怪我哎，现代哪能看到这品种的美人？她眨着星星眼，赞同的点头，接着说道：我其实什么都没看见，我一睁眼他就飞出去了。江之琳简直要气死了，她直觉一股气梗在心头，上不来下不去。本来以为至少能有一个站在他这边的，好歹不让他这罪名做得那么实，结果这一个临阵倒戈，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真正的主子是谁？最后江之琳也没有道歉，只是甩袖离开，成了宴会上其他人闲聊的话题。交好的小姐邀我参与隔日的观花游船，石脸好奇地问我什么是观花游船，他一整天都在询问我，摆明了想跟着去，但并不表达出来，而是通过增加自己的存在感来提醒我带上它，就像是小猫蹭着人。游船这天，江之琳也到了，
近些日子听说他放弃了身边的柳姑娘，转而跟着狐朋狗友频繁进出青楼。游船男女分席，石脸跟着江之琳坐在了一条船上，他冲我贱兮兮地笑着，我就知道他要开始搞事情了。他说道：“阿姐，这船可安全？”我不会水，有些害怕。我随口应付了他几句。柳英跟我在一艘船上，船上的女子皆是与我交好的。因为江之琳的关系，他们有些迁怒于他。柳英可怜兮兮地缩在小角落，眼眸时不时瞥向我，像是观察着周遭情况的小动物。我怕他坐边上不慎掉落湖中，便开口道：“柳姑娘，坐过来些吧，船开了会有些摇晃，那地方不安全。”我身边的女眷虽然有些不满，但也没说什么，嘟囔道：“坐那边上，搞得好像我们欺负了她似的。”柳英闻言又不敢动了，可怜兮兮地看着我。我开口道：“过来坐吧，他们只是刀子嘴豆腐心。”柳英这才大着胆子坐在了我附近。她也是惯会察言观色，不消片刻就融入了我们。我注意到她时常看我，像是有话要对我说，又像只是把我当作美景在欣赏。我倚靠在船边，问道：“柳姑娘，一直看我作甚？”柳英脸红了红，有些扭捏地说道：“萧小姐，我并非说江公子坏话，我只是想说他并非良人。他带我回来，并非爱我，而是想让你为他争风吃醋，好拿捏你，让你远离战场，回到后宅为他相夫教子。我不是挑拨你们的关系，我只是觉得萧小姐这样好，不应在后宅埋没。我救了江公子，他为了报答我的救命之恩，许诺了我许多，却将我带回做挡箭牌，让我受人鄙夷唾骂，坏了我的名声。他见我没了用处，便去寻花问柳，留我在江府受人指桑骂槐。”说着，柳英低头嘤嘤地哭出声。周遭的世家小姐皆骂了江之琳，宽慰了她几句。柳英说道：“我今儿来提醒萧小姐，是怕萧小姐当真落入江公子的陷阱。像是话本中所说，男人都是得到了便不珍惜。倘若萧小姐真的为了他放弃了现在的一切，回归后宅，她只怕依旧死性不改，等真正失去你才会后悔。”我起先以为柳英只是随口卖惨，但紧接着我发现她讲得十分认真，仿佛真的会发生什么一般。让我有些惊讶的是，她隐晦地讲出了我自身的一些秘密。我抬眸看着她，发现她也在注视着我，她肯定知道些什么。不远处传来男子的欢笑声，他们在对着荷花吟诗作画。我看向石莲所在的那艘船，发现他的目光也牢牢锁定在我身上。他身处其中，十分引人注目，与身旁或豪放或温和的京城男子格外不同。浓墨重彩的五官，自带的异域气息，看着危险又迷人，像是一条暗中窥探着伺机而动的毒蛇。我对他勾了勾唇。满池荷花将我们隔绝开，隐隐绰绰的花丛间，我们只能通过河水的震动感受到彼此的存在。那头似乎发生了什么争执，原本的欢笑声逐渐转变为吵闹声以及劝阻声。荷花池掠过，视野陡然开朗。就在此刻，扑通两声，湖水突然泛起巨大的涟漪，船上的人尖叫着有人落水了。我定睛一看，是江之琳和石脸，两人挨得很近，在湖面上扑腾着。石脸断断续续地喊道：“阿姐，阿姐，我不会水。”江之琳是会水的，但她不知道是被什么绊住了，一时半会居然都没能浮上来，眼看着也溺水了。我冲那边六神无主的公子哥们喊道：“来两个会水的下去救人，傻看着干什么？”柳英嘟囔道：“死绿茶。”等到了岸上，两个男人也被救了上来，都格外狼狈。江之琳比石脸更加狼狈些，石脸面色苍白，浑身湿透，湖水甚至给他增添了几分落魄狼狈的美感。浸湿的长发，孱弱可怜的神情，因为害怕蜷缩的身子，整个人如同过了水的琥珀。在场的女眷有些羞涩，又忍不住再看两眼。她们掩藏着，垂眸，居高临下的看着几个入水被浸湿的男子，看他们狼狈的样子，心底升起了几分异样，大概是觉得他们也不过如此。石脸见我过来，一把甩开身旁的人，向我扑来，瑟瑟发抖道：“阿姐，我不明白哥哥为什么要推我，
我做错了什么？他明知道我不会水。如果哥哥真的这么厌恶我，那我离开好了，何故如此欺辱我？柳英瞪大了眼睛，这不该是他的台词吗？这场面不该是他跟女主吗？江之琳吐了水，咳嗽了几声，缓过劲来，面色阴沉地说道：“谁推你下水了？不是你拽着我入水吗？”萧清河，你别被他伪装的样子欺骗了，是他故意说胡话激怒我，引得我对他动手，是他设的局。他亲口承认，上月宴会，他故意摔倒嫁祸于我，他想离间我们，好自己上位，你别被他蒙骗。我说道：“够了。”江之琳呆愣地看着我，在触及到我眼中厌恶、不信任的目光时，他不可置信道：“你不相信我？我们自幼青梅竹马，我们认识10几载，你为了一个刚认识的外人，吼我、指责我，现在你宁愿相信他，也信不过我。”我说道：“自从阿脸来到京城，你处处针对他，从见到他的第一面便对他恶意揣测。他念在你与我的交情，一直劝我别与你计较，别与你争吵为难。可你呢？仗着他身份低微，屡屡挑衅，这次甚至将他推下水。你明知道他不会水，与你同船的哪个不是与你交好的？单他落入水中，他们会救吗？你是想逼死他吗？”江之琳红着眼，他像是要被逼疯了。你这么想我？你这么想我？在你眼中，我就是这等害人性命的恶人，你怀中那个狐狸精就是天底下最无辜纯善的人。石脸哭道：“阿姐，事到如今，是非对错我已不在乎，我要回家。与其留在京城受人欺辱，我不如回到山里守着我爹娘的坟了却余生。”我说道：“这并非你的错，该走的人不是你。”江之琳的双眼似乎更红了些，水珠从他脸庞滑落，分不清是泪水还是残留的湖水。柳英插嘴道：“方才那么多人在船上，难道就没有人看清谁推的谁吗？”几个公子哥面面相觑，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。在其他人看来，这样的态度就已经表明真相了。这些人都是跟江之琳关系好的，要是真相与石莲所说相悖，只怕早就七嘴八舌的替江之琳狡辩起来了。可他们沉默了很久，也未曾开口。被点了名，也是一副有难言之隐的样子，只能说明石莲所说都是真话，因为他们确实在石脸上船后刁难他，阴阳怪气的辱骂他，只是他一直给不出反应。慢慢的，他们也觉得没意思，就被其他新鲜事物吸引去了注意力。等到他们回过神，就只看到江之琳拎着石脸的衣领，像是想要打他。他们过去劝阻，毕竟是我带来的人，说几句还好，真动起手来，那可就是在打将军府的脸了。但他们的劝阻显然没用，两人动起了手来。准确说是江之琳动手，石脸躲避。不知怎地，两人双双入水。他们只看到江之琳伸出的还未收回的手，这让他们如何说？江之琳后知后觉自己被算计得体无完肤，他呆愣地看向石脸，对方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，轻轻倚靠在我肩头，对他露出了挑衅的笑容。江之琳瞳孔骤然紧缩，他尖叫道：“他笑了，他对我笑了，你们看不到吗？”萧清河，别相信他，信我，我没有撒谎，我没有推他，是他说要抢走你，是他说以后我们会解除婚约。我恨他占走了我的位置，我只是想抢回来，明明以前形影不离的是我们，不是吗？石脸安静落泪，哽咽着说道：“江哥哥，我只是想让你好好对待阿姐，你的那些事迹传遍了整个京城，所有人都在看阿姐的笑话，我只是想让你好好对阿姐，这也有错吗？”而且石脸停顿了下，他的声音在江之琳听来如同索命的恶鬼：“你明明会水不是吗？为什么一直跟我沉在湖中？因为你说想让我看看阿姐会选择相信谁，你想让我知道我在阿姐眼中什么都不是，你跟她才是情谊最深的，所以你毫不犹豫地把我推入了湖中，自己也跟着下来了。”江之琳吼道：“是你拖着我，是你将我按在水里，是你不允许我上岸。”石脸无辜道：“可我久居深山，不会水，如何将你按在水里？”江之琳只觉得头昏脑胀，不知道是因为溺水还未恢复，还是被石脸气昏头了。他开始胡言乱语了：“你这个贱人，你休想离间我跟阿和，你去死啊！”说着，他伸手要去打石脸。
石脸也没躲，就这么站着，一副害怕到无法躲避的样子。我伸手拦截了江之琳的手，将他甩了出去。石脸虽然没被打中，但他仍旧装作一副受尽折磨，下一秒要昏过去的样子。阿姐，我头好痛，感觉好像要晕了。我看他装着晕厥的前奏，身子隐隐向我倾斜。我小声说道：真晕了，我找2个男人给你扛回去。石脸半弯着的腰僵硬在半空，缓缓拉直，说道：阿姐神医，我好多了。我没搭理他，转而跟江之琳说道：阿脸身子纤弱，受不得风寒，我带他先行一步。至于你我的婚事，我会寻爹娘再好好商量。我容不下一个随意害人性命的夫婿。江之琳呆愣地瘫软在地，他喃喃道：我在你眼中便如此不重要，不值得信任吗？回到家中，我找了人将柳英带来，他身上一定有我想不到的秘密。在见他之前，我特意梳妆打扮了一番。2次的接触下来，我大概知晓他喜欢容貌好的，想要从别人嘴里撬出东西，就得投其所好。美人计也是计。阿英妹妹，回去可还好？柳英盯着我看了很久，面色泛红地说道：江公子回去便发热了，醒来一直在发疯。我支着脑袋专注地看着他。柳英开始还在结结巴巴地说着江之琳，不知怎地就晕头转向地将自己脑子里的秘密都说了出来，唯一的一点理智用来守住穿书的秘密了。他知晓未来发生的事。据柳英所说，江之琳带他回来是为了让我产生危机感，想逼我放弃舞刀弄枪，跟他成婚后为他生儿育女，开枝散叶，守着后宅。我从前与他说过，即便成亲，我也不会为他留在后宅大院。他同意了。我也说过，反悔了记得跟我说，我会担下主要责任，解除婚约。他也同意了。但真到这个时候了，他在跟我坦白和解除婚约之间，选择了用特殊手段，将我变成他想要的样子。柳英说，我未来真的会如他所愿，但成亲后他又厌弃了这样的我，转而与其他人暧昧，然后对我虐身虐心，直到他姐姐在宫中出事，全家遭牵连，只有我在他落魄的时候不离不弃，他又重新爱上了我。等到他东山再起时，我用失踪来惩罚他。他开启追妻火葬场。我对柳英所说的每一个字都表示怀疑，但这确实是我用美人计换来的秘密。抛去那些不重要的，如果这个未来是真的，那目前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贵妃出事，能让江家全家遭受牵连，还落魄的只有一个人陪在江之琳身边，只怕不是件小事。萧家不能因为这件事成为圣上的眼中钉，退婚可能得提上日程了。过了些日子，江之琳与青楼女子厮混，致其有孕的事情闹得满城风雨。爹娘出面与江家协商退婚。同年1月，江贵妃谋害皇嗣、行巫蛊之事爆出，证据确凿，无法狡辩。圣上大怒，降罪于江家。江家所有人一夜之间被赶出京城，全家流放。我坐在书房内，听着下人的禀报。等到下人离开，原本在研墨的石脸开始蠢蠢欲动。阿和，如今婚事已退，尘埃落定，我们的事何时有定夺？他从身后环住我，将脑袋挤在我肩膀上，呼吸喷洒在我脖颈间。我说道：我和你有何事？哦，我恍然道：你是说让爹娘准备认你为干儿子的认亲宴吗？石脸瞪圆了眼睛，气道：不是，是我们的婚事，我与你的婚事。我促狭道：你不是只当我是亲姐姐吗？你不是我弟弟吗？石脸急了：当初说好了的，你与江之琳解除婚约，我们……我思索道：什么时候说好了？石脸后知后觉自己被耍了，他简直气笑了。当初江之琳比我早些回京，那些流言蜚语也在我到达京城之前就满城都是，前来寻我的人也早就将这事告诉了我。在副官告知时敛我与江之琳的婚约后，我有些可惜地对石脸说：很抱歉，但我有婚约在身，不能对不起等了我那么多年的人。如若没有这桩婚事，罢了，或许是有缘无分。等到石脸上钩死缠烂打后，我才给他抛出了橄榄枝，如若他愿意做我弟弟，便可与我回京。虽然没有明说，
但眼下的话语是何意思，听的人自然明白。但我没有明说，不是吗？那就是他猜错了，多想了。眼下拿过去的话来与我对峙，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我从来没有给过任何正面的承诺。石脸紧抿着唇，面色阴翳地盯着我。他以为后续的一切都是跟我说好的，所以他对付江之琳，我帮着。他以为我这样帮他，是也想迫切地与江之琳退婚，与他成婚。没想到也是个局。我说道：生气了？石脸冷声道：如今你的目的达到了，我也就不重要了是吗？所以你就连谎都懒得撒，连骗都懒得骗我。他像是打定主意，我不许诺实际的好处，就永远不原谅我，因此摆足了架子。这时婢女敲门说道：小姐，柳姑娘来了。我让她把人带进来。柳英比起之前跟我熟络了很多，她也是运气好，在江家出事前被赶出来了。我顺势将她收入了府中，毕竟她身上秘密很多，放她出去不放心。柳英一进门就感觉到了我跟石脸不同寻常的氛围，她眼珠子一转，说道：阿和姐姐今日不高兴吗？是跟石公子吵架了吗？哎呀，有时候我真羡慕石公子，能有阿和姐姐这样的姐姐。如果阿和姐姐能做我的姐姐，我一定不会跟姐姐吵架，我只会心疼姐姐。石脸瞪大了眼睛。你……柳英佯装被他瞪得害怕了，瑟缩了下，躲在我身后，说道：阿和姐姐，石公子不会生气了吧？都是阿英的错，你和石公子千万不要因为我吵架。柳英在我身后，对着石脸露出了个挑衅的表情，本来就是他的台词。我笑了下，看向要被气晕了的石脸，真是风水轮流转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